什么呀 ？CPA 教材。啊！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了。你这是什么呀？这是 CPA 的教材。选说都不会，怎么考得上？那个大 boss， 我决定了，无功不受禄，我不能白用你的保养品，所以我决定用加班费来抵消。哦，保养品你用了？嗯。看来有正确时间，很好。你就看琳达帮你准备的书吧，以后每半个月考试一次。啊？考试？为什么要考试啊？考试？不会吧？不考试怎么能有进步呢？可是我还要上班呢。那就星期六过来。星期六休假不用上班。我有说过让你过来上班吗？我是让你过来考试。我怎么记得有人跟我说过，要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更好的为公司服务呢？是吧？那考1门、2门、3门、5门不可能一下考过了。考试的时间还有1年，还长着呢。原来他居然知道什么时候考，至于吗？至于吗？至于吗？而且我有办法让你过，是真的啊？只需要一句话。什么话呀？不及格，扣工资。扣工资？我不要扣工资，不要扣工资。沈珊珊，过去。快啊！要不然我扣你年终奖。年终奖，工资。大 boss 好像在追我。过来。不熟。他是双鱼座吗？不是。你哪来的资讯说大 boss 好像在追我？这样的话呢？啊，这要不是你胡思乱想，也不是你白日做梦的话，那我就遗憾地告诉你，赶紧辞职！你们大 boss 是个大变态。哎，陆双怡，你这话说的不是那么好听啊。是不好听，我这叫话糙理不糙。他一个丰腾集团大老板追你个财务小助理干嘛呀？怎么着还给你娶进门当疯太太？想也想明白了，大鱼大肉吃惯了的公子哥，想尝尝你这清粥小菜的滋味儿。我告诉你，老资本的人那都是肉食主义者，老板级别的那是站在食物链的最顶端。到时候你被啃得连汁儿都不剩。你见过这么肥嫩的清粥小菜吗？所以才可口吗？吃嘛嘛香吗？哎，而且你们公司不刚颁发完那什么禁爱令吗？这不矛盾呐。我告诉你，办公室恋情不欢而散以后，牺牲的几乎都是女孩子。
古人云：“士之耽兮，犹可脱也；女之耽兮，不可脱也。”明白吗？他也没文化。就是说啊，你一个小助理，如果你的恋爱对象是你们大 boss 的话，你的下场只有一个。所以说，不如现在有骨气的走。啊，你怎么不明白呢？那合着大老板追我就是为了炒我，是这个意思吧？这说法也太奇怪了吧！哎呀，珊珊，你不是说你要停止迷恋吗？六六，你真的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不能大老板一回来就影响了我的人生步调。如果想施展美男计，就想让我继续当敲代工的话，这太小瞧我薛珊珊了吧？我不会这么轻易就范的。不愧是大资本家啊，打一棒子给一天脑的手段运用的如此熟练。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那我就当你答应了。老板也太不厚道了吧！大棒加金元宝外加美男计，糟糕的是，我居然中计了。不能给这些糖衣炮弹所打败，明天就把他还给大 boss。薛珊珊，你要淡定。就这样把礼物送还给大 boss， 会不会太失礼了呀？送出去的礼物泼出去的水，再倒回去，老板不会生我的气吧？大不了用加班费抵保养品，这样总不算白拿吧？这些字母一个个的我都认识，站在一起，这什么意思呢？是法文吗？就这样把保养品放到过期吗？不行，毕竟这是以后我 N 年的加班费换来的。给他抄下来，明天问琳达不就得了？琳达，珊珊，来找老板吃饭呢？啊，不是，我是专门上来找你的。找我的？那个我朋友曾给我带来一些保养品，但是上面写的什么我看不懂，所以想请你帮我翻译一下。啊，是这个牌子的保养品啊！我在美国的时候也用过的，国内没有进口的。果然是高端大气上档次，跟他说这是大老板送的，可连跳入黄河也洗不清了。是啊，我这朋友真够意思呢，出国还帮我带小礼物。什么意思啊？就是，珊珊，这上面写的是法文，老板的法文很好的。啊？薛珊珊，我请秘书是替公司工作。进来吃饭。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我这又吃又拿的，却要拒绝帮人家做事，好像很忘恩负义。Le quagma recommodation que tu gehonde max。
可是如果不拒绝的话，将来还得继续吃，说不定还要继续拿，循环反复，那我岂不是要从挑菜工变成包身工了？不行，宁可做小人，也不能做包身工。前者是人格问题，后者可是人生问题呀。实在不行，你可以问百度啊。把这个拿到公司来，你不觉得丢人，我还觉得丢人呢。看不懂法文很丢人吗？忘记问度娘很丢人吗？我不过就是个小财务，拜托了吧，大人，别再用超高的标准要求我了，好不啦？再说了，丢人也是我丢人，干你什么事？过来。这第一个是毛孔收缩嫩肤精华，第二个是成分，第三个是茶树萃取液，第四个是甘油，这最后一个是透明质酸。记好了吗？啊？把你招进公司来，真的是人事部的一个大问题啊。是吧是吧？你就尽管打击我的能力好了，证明我只能胜任挑菜工一职。为什么我竟然觉得大老板现在低头写字的样子很温柔？明明他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我肯定被下蛊了！怎么会产生这样的错觉啊？好了。谢谢老板。吃饭。有了。老板，为了提高专业水平，为了将来可以为公司更好的服务，我打算考 CPA， 所以中午我要好好的复习，所以中午不能再来当挑菜工了。所以你嫌办公室太吵了，要从明天开始，在我这里复习。薛珊珊呀，薛珊珊，就你这智商，你就真的只能挑菜了。你居然跟大老板说要考 CPA， 你这不是要把自己往死里逼吗？很高兴各位媒体还有在场的观众朋友能够跟我一起来见证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现场的朋友，大家好！原来袁丽书小姐就是蒋连先生追求的心仪对象，同时呢，她也是北京非常具有知名度的丽书店的女老板。那现在呢，她在上海开了分店，可以说她是非常优秀的文化人。那让我们跟着摄像机镜头一起看一下现场的盛况。求婚的时候，袁小姐可以为我按灯，一定会的。转身。袁小姐，该不会就是风月提过的姐妹淘吧？哇，还有名主持人加持求婚，果然能赶上老板的都不是简单人物。
丽叔，我爱你，嫁给我吧。哇，我怎么想起大老板？丽书店刚刚开幕不久，谢谢你带这么多的媒体记者，还有朋友来捧场。曾先生，你这个小伙做的太大了。丽叔，我费尽心力的办这么大的场面，绝对是诚意十足。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我还跪着呢。沈先生，对不起。谢谢，谢谢大家。什么情况？拒绝他。你要骂就骂呗，快点行吗？风先生找我有事儿，请坐。我是想跟你说一句话。被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喜欢，远远要比你喜欢上一个不喜欢的人要难受多了。而且你把自己的喜欢那么高调的强加于给别人，这是爱吗？这是骚扰。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再说了，这是丽叔自己的事情。对。第一，我是不知道鱼是否快乐，但是我知道他很不快乐。第二，袁丽叔的事情向来由我管。李叔，啊？我的事确实是他说了算。难道他就是你的那个心上人？其实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明确地拒绝了你。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骚扰他。风先生，你怎么知道丽叔的心里就有你呢？难道你是她男朋友吗？我是他最亲近的人，我是他哥哥。丽叔，我怎么没听说你还有个哥哥呢？现在听说了吗？2瓶瑞尔，一个甜橙味，一个蓝色玫瑰，其中一个要冰镇的。好的。你别那么看着我，抱歉啊。那个，我一下飞机就给你找麻烦了。没事儿，我这哥哥都习惯了。欢迎我们家丽叔回来。刚那个蒋莲说你已经有自己心上的人了，你是在应付他，还真的有了？那我都多大了？我有自己喜欢的人，这很正常啊。那你为什么不让我跟风月见见呢？那有可能人家根本就不知道我喜欢他呀。我要是先开口的话，那多没面子啊。你这么一说，我就更好奇了。
是谁能面对我们家丽叔这么不为所动啊？过来，能不能先跟我说一下？你就别操心了，反正我看男人呢，至少是以你为标准的。袁丽叔啊，这个世界上风腾只有一个，你眼光这么高，你不怕嫁不出去吗？哎呀，我要是真嫁不出去呢，我就赖着你，让你养我一辈子。OK。干杯！哇，这些是什么呀？ CPA 教材。啊！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了。你这是什么呀？这是 CPA 的教材。选说都不会，怎么考得上？那个大 boss， 我决定了，无功不受禄，我不能白用你的保养品，所以我决定用加班费来抵消。哦，保养品你用了？嗯。看来有正确时间，很好啊。你就看琳达帮你准备的书吧，以后每半个月考试一次。啊？考试？为什么要考试啊？考试？不会吧？不考试怎么能有进步呢？可是我还要上班呢。那就星期六过来。星期六。 休假不用上班。我有说过让你过来上班吗？我是让你过来考试。我怎么记得有人跟我说过，要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更好的为公司服务呢？是吧？那考1门、2门、3门、5门不可能一下考过了。 考试的时间还有1年，还长着呢。原来他居然知道什么时候考，至于吗？至于吗？至于吗？而且我有办法让你过。是，真的？只需要一句话。什么话呀？不及格，扣工资。扣工资？ 沈珊珊，过去。快啊！要不然我扣你年终奖。年终奖，工资。 我终于领悟到一个真理，正所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老板斗其傻无比。新的一年才刚刚开始，我怎么会是这样的悲惨人生？不但要继续做我的挑菜工，还要时不时面对大老板面临心脏无力的危机，还要成天与书为伍。虽然我想停止迷恋，
我也没有想与世隔绝呀。哎呀，现在。那我就给你一根面。我竟然为了几罐保养品，误会大老板对我有意思，真又是小看了我自己，更是小看了大老板。男人喜欢女人，虽然不用像小莲那样搞排场，好歹也是送花送戒指。这些书和保养品是怎么回事呢？大老板应该把我的学历背景查得彻底了，又不好意思让我走人，才想办法充实我的内在与外在，充其量只是为了丰腾集团的面子和里子。不过擦了几天乳液，软绵绵的，手感比以前好多了。话说回来，其实我长得还在正常范围之内吧？怎么就没人搭理我呢？明明公司也不是没男的呀。要是有人追的话，哎呀，大老板，你怎么可能进厨房洗碗呢？别闹啦！我怎么会想到大老板？哎呀，好可怕，好可怕！等考上 CPA 之后，一定赶紧找个男人了，不能整天这样胡思乱想，迟早会疯掉的吧。哎，珊珊，哎，阿梅，早啊！早。来，哎，这个你也参考一下吧。啊，这是什么呀？员工旅行的资料啊，你不知道吗？分团员工每年都有一次公费旅行的机会。哦，今年也要去啊？对啊，今年老板办公室啊，原本抽到的是跟人事部和研发部的行程，但是他说不想跟着去，所以就决定跟财务部一起去啦。珊珊，我们可以一起去旅游嘞。大老板也要去？那你们是去旅游没错，我是去修行的吧？除了挑菜，还得当扛夫。你们去玩，我去可太辛苦了。阿妹啊，那个，好像这个员工旅游需要满1年吧？不满1年的员工自己补贴金额也可以去。那真是太可惜了，我现在手头有点紧，不能再花钱了，所以就你们去吧，玩得开心来啊！太好了，赚到一个周六在家里睡大觉。可是老板已经替你缴费了耶。啊？所以珊珊，那礼拜6 7点见啦，拜拜。你知不知道，今天大老板会和我们财务部一起去旅行？哎，真的假的？哎，大老板不是一向不太喜欢参加这种活动吗？这次怎么这么心血来潮？难道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应该是某人的面子够大吧，托他的福，我们才可以和大老板近距离接触啊。哎，对了，阿佳，你未满年资吧？未满年资怎么了？就算是贴钱我也要去，因为大老板要去啊。哎，我来公司都这么久了，还没见过大老板几次，每次都只能远远的望着他。哎呀，别说是你啦，像我们不也都这样吗？哪像人家珊珊呀，直通天庭，天天在圣上面前行走。哎呀，我们还是来看这个吧。
原来大家都是这样想我的，看来我真的是生在苦中却被看成是福。也只有我自己知道，老板要跟我一个团，肯定是怕外面有他不爱吃的东西，所以要我这个免费的长工，随时随地的帮他挑菜。老板，那个，看中什么菜，都是你的。不是，那个，关于那个员工旅行。员工旅行怎么了？员工旅行，我不想去。哦，不想去。天哪，我居然说出口了！那是想留下来考试。考试？老板，能跟你一起旅行是我的荣幸，我后天一定准时到啊！